一切都将天翻地覆的改变。科学家们正在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可能性：我们赖以存在的宇宙，可能正从扩张状态悄然转变为收缩。这不只是一个小调整，而是对整个宇宙命运的彻底颠覆。来自暗能量巡天项目和暗能量光谱仪 DESI 的最新观测数据传来了惊人信号：宇宙可能并非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一直无限膨胀下去，而是存在着减速甚至终止膨胀的可能性。仿佛一场加速行驶的列车开始慢慢踩下刹车。康奈尔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亨利·泰及其团队提出，一个全新的暗能量模型正在浮出水面。这个模型预示着宇宙未来的命运可能会逆转，它会先减速，然后停下扩张的脚步，最后像弹簧一样反弹收缩，最终走向一个惊心动魄的宇宙大坍缩。如果这个理论最终被证实，将直接动摇几十年来现代宇宙学的基石，也就是宇宙会永远扩张的主流假设。这不仅是对理论的挑战，更是对我们如何理解时间、空间和未来命运的根本重构。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将深入挖掘这一大胆预测背后的科学证据，看看它是如何一步步颠覆我们对暗能量这一神秘宇宙力量的认知，同时也展望一下接下来的天文观测将可能揭示出怎样震撼的新发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揭开宇宙命运的新篇章，从头开始梳理这段令人着迷的科学旅程。在过去20多年里，宇宙学界普遍接受了一种被称为 Lambda CDM 标准模型的理论框架，它描绘了一个由一个稳定、正直的宇宙常数 Lambda 推动、持续膨胀且永无止境的宇宙图景。这个神秘的 Lambda 符号，最早是由爱因斯坦在其广义相对论中引入的，用来代表即使在空无一物的真空中，也依然存在的某种能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暗能量。正是这种无所不在、恒定存在的暗能量，成为解释宇宙为何没有在万有引力的拉扯下减速，反而在加速膨胀的关键所在。它就像隐藏在幕后的宇宙推手，不断推动着宇宙走向更遥远的未来。然而，随着来自智利的暗能量巡天计划和美国亚利桑那州暗能量光谱仪的最新观测数据陆续出炉，科学家们开始对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观点产生动摇。新的数据似乎在轻声提醒我们，宇宙的故事可能另有深意。通过对浩瀚宇宙中数以百万计的星系进行精确定位、测距和光谱分析，这些项目成功地绘制出了一幅跨越数十亿年历史的宇宙动态地图，揭示了宇宙膨胀速率是如何随时间起伏变化的。当这些观测数据与欧洲空间局普朗克卫星所提供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数据进行对比后，研究人员注意到一个看似微小但意义重大的偏差，仿佛在浩瀚宇宙中听到一丝不同寻常的低语。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们发现，如果将宇宙常数 lambda 设定为负值，而非传统模型中的正值，那么整体数据模型的拟合效果竟然有所提升，就像是突然换了一把钥匙，某些本来卡住的锁似乎可以顺畅打开了。于是，泰的研究团队再次回到了那些描述宇宙膨胀的核心方程前，借助这批新数据重新推导与验证。他们像一位审慎的侦探，仔细审视每一处逻辑可能的偏差，试图重新拼凑出宇宙命运的拼图。根据详细计算，一个负值的宇宙常数并不会立刻扭转宇宙的命运，它仍允许宇宙继续膨胀几十亿年，但在某个临界点之后，这种膨胀会逐渐停下，紧接着引力占据上风，宇宙就会开始朝着相反方向，也就是整体收缩迈进。在这个新模型绘制出的宇宙图景中，暗能量依旧存在，它依然属于空间结构的一部分，但它的力量却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像日落时分的阳光那样，随着宇宙的时间推进，逐渐暗淡下去。根据该研究的估算，我们所处的宇宙已经度过了大约138亿年的演化历程，而在他提出的理论框架中，宇宙的有效寿命大约是330亿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宇宙的生命旅程可能已经走完了将近一半。按照模型预测，宇宙还会继续扩张大约110亿年左右，届时它将达到一个巅峰体积，仿佛拉满的风筝绳被时间紧紧绷直，然后开始慢慢松动，整个宇宙也随之逐步收缩，向一个更紧致、更高密度的阶段迈进。再往前推200亿年，科学家预测那个终极时刻将会到来，所有星系、恒星、行星乃至基本粒子，甚至连时间和空间本身，都将不堪重负，最终塌缩成一个密度无穷的起点，一个如大爆炸反转版的大坍缩。需要强调的是，泰
派的团队的这项研究已正式发表在权威的《宇宙学与天体粒子物理学杂志》上。研究团队中的其他2名科学家，一位是上海交大李政道研究所的研究员邱玉成 Yu Chen Chu， 另一位是在西班牙多诺斯蒂亚国际物理中心的研究员鲁黄南 Huang Nanlu。但他们并未断言宇宙一定会坍缩，而是指出最新的数据与一个复制的宇宙常数更为吻合。这为科学界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新方向。倘若这一理论在未来的观测中获得进一步证实，它可能将颠覆现代宇宙学中最根深蒂固的假设之一，那就是宇宙会永远加速膨胀的观点，转而指出这场宇宙的奔跑其实只是暂时的，终有一天它会慢下来，甚至回头。一旦接受负的宇宙常数这一设定，整个宇宙学的理论架构都将不得不被重新搭建，就像地基换了材料，再辉煌的大厦也必须重绘蓝图。我们目前所信赖的 Lambda CDM 模型，核心在于一个正直且恒定不变的真空能量，这种能量不断地向四面八方推动空间膨胀，就好比宇宙中永不停歇的引擎。可一旦我们承认宇宙常数 Lambda 可能是负值，甚至处于动态演变之中，那就意味着这架宇宙引擎迟早会熄火，宇宙的膨胀终将停止乃至逆转。而这也迫使科学家从头审视宇宙的历史走向，乃至暗能量背后的根本物理机制。太极旗研究团队还将这一宇宙行为与粒子物理学和弦理论中的一些核心假设相联系。在这些理论中，真空能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像潮水一样随时间缓慢演变，这为他们的模型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具体的模型中，研究人员引入了一种被称为超轻轴子的场。这种假设性粒子在宇宙初期的行为与宇宙常数极为相似，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性质逐渐改变，从而对宇宙膨胀施加新的影响。随着这种轴子场缓慢而持续的变化，宇宙中的总能量密度也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降低。这一过程就像在给宇宙降温，最终使得宇宙常数 lambda 不再是正值，而逐步滑向负数领域。这种思路不仅解释了观测数据，还为宇宙学与量子场论之间这2座看似遥远的科学高峰之间搭起了一座可通行的桥梁，令2个领域的理论家都为之振奋。在这个框架中，暗能量不再是一个固定、神秘、难以解释的常数，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由物理机制驱动的实体，它会随时间演化，甚至有朝一日彻底改变宇宙的命运。此外，真空能量随时间变化的概念还有一个意外之喜，它可能为哈勃常数之争提供解决思路，即为什么我们在附近宇宙测得的膨胀速度与早期宇宙推算的值总是对不上。如果暗能量确实是个逐渐变弱的角色，那么它对不同年代宇宙膨胀率的影响就会不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拉近这2个数值的差距，弥合理论与观测之间的裂痕。其实负宇宙常数 lambda 的想法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新鲜概念，在更早的理论物理研究中，它早已露出过端倪，被一些前沿模型反复探讨。在某些版本的量子引力理论和弦理论框架中，科学家们早就设想过一种叫做反德希特宇宙的构造，在那里真空能量并不是正的，而是负的，整个宇宙的行为也由此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线。而这项研究之所以令人眼前一亮，是因为它不仅在理论层面进行推演，更在实际观测数据中找到了支持的迹象。这暗示现实中的宇宙可能真的更接近负 lambda 这种曾经被认为是边缘的设想。当然，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立刻接受这个新模型，它在科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议。一如往常，新的理论总需要时间去打磨和验证。许多谨慎的宇宙学家指出，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些看似反常的信号很可能只是统计误差或者观测仪器带来的测量偏差，而不是真实的宇宙趋势。尽管存在争议，但动态暗能量乃至负暗能量的可能性依然被认为值得深入研究。关键在于它并非空想，而是一个可以借由未来观测直接验证的假说。只要我们继续收集更多样、更大规模的数据，并持续提升分析方法的精度，未来的科学家就有望揭开谜底，判断这到底是一次突破性的发现，还是仅仅一场数学模型中的虚惊一场。无论最终结论如何，这场关于宇宙常数的新讨论已然悄悄改变了科学界对暗能量这一宇宙神秘力量的认知方式。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一个可能不断演化、复杂多变的宇宙角色。科学家们如今倾向于认为，暗能量可能并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背景设定，
而是一个有生命的物理量。它随着宇宙时间缓慢的变化，甚至可能从扩张的推手变成收缩的导火索。一旦宇宙常数真的确认为负值，我们所熟知的宇宙未来就必须重新写一遍。它不再通往一个永远冷清的终点，而可能走向一场壮观彻底的终结。根据现行的正 lambda 模型，宇宙就像一只永不回头的风筝，持续膨胀，飞向无限，没有终点，只有渐行渐远的星系与逐渐冰冷的宇宙空间。在这种命运里，所有星系会渐渐彼此远离，恒星逐一熄灭，最终宇宙陷入一片死寂，冷酷而空旷，没有光也没有热，只剩下永恒的黑暗。那将是一个注定孤独的宇宙，寒冷、沉寂，空无一物，如同宇宙本身在无声中长眠。但在这项研究提出的负 lambda 模型里，宇宙的扩张只是个阶段性的过程，终将走向拐点，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宇宙结局。在这个新剧本中，暗能量逐步式微，而万有引力则像沉睡的巨兽苏醒，慢慢扭转局势，让膨胀的步伐逐渐减速，最终完全停下。接着宇宙的宫缩开始，空间不再拉伸，而是缓缓内收，一切开始回归本源，像一颗倒转的时间炸弹。再过几十亿年，今天我们看到的星系之间的距离将不再拉远，而是缓慢拉近，它们彼此吸引，像潮水回落时的浪花，朝着共同的归宿涌来。如今正不断冷却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在那时将逆转趋势，随着宇宙收缩变得越来越热，就像炉火回升，预示着宇宙返老还童的高温阶段即将重临。最终，不论是恒星还是尘埃，不论是光还是引力，全都会被卷入一个不断收缩的空间里，密度迅速飙升，直到压缩到极限，万物归于一个起点，宇宙的终极汇合点。这就是所谓的宇宙大坍缩，一场可能比宇宙大爆炸更剧烈、更彻底的终结事件，是宇宙命运的另一种极端可能。值得安慰的是，这一切虽然听起来如末日般震撼，但在现实时间尺度上，它并不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宇宙构成直接威胁，离我们还有几百亿年的安全距离。虽然这个时间跨度几乎超出人类任何经验想象，但它却在今天就对宇宙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我们如何理解当下的观测数据，将决定我们未来几十年研究的方向。一旦承认暗能量并非恒定，而是可能随时间演化，我们就不得不重估所有核心宇宙学参数，包括宇宙的精确年龄、空间的整体曲率，甚至整个膨胀历史的时间线，每一项都需要重新计算与验证。接下来的10年将成为检验这些理论预测的关键窗口期。我们正站在宇宙学认知的十字路口，每一次观测都可能改写我们的宇宙观。全球各地最先进的天文观测站已经展开行动，投入大量资源和技术，正密切追踪这些微妙却关键的宇宙信号，试图找出暗能量真正的面目。例如，坐落于智利的维拉鲁宾天文台即将启动其雄心勃勃的时空遗产巡天 LSST 计划。该项目计划绘制数十亿个星系的动态图谱，详细记录宇宙膨胀速率随时间的微小波动，堪称宇宙的时空天气预报。与此同时，欧洲航天局的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也正在展开其重要使命，绘制整个宇宙几何结构的3维地图，进一步揭示暗能量是如何影响星系分布与时空结构的。NASA 方面， SPHERX 任务和持续运行的 DESI 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这些观测将带来前所未有的高分辨率光谱数据，从而精确测量宇宙不同区域和时期的膨胀速度。这些世界顶尖的仪器协同工作，将为我们回答一个关键问题提供依据：暗能量究竟是恒定不变的，正在缓慢演化的，还是已经变成负数并正在改变宇宙走向的力量？对理论物理学家来说，这些发现的潜在意义更是深远。它不仅可能修正宇宙模型，更可能改变我们对基本物理定律的理解。一旦接受负宇宙常数的存在，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所处的宇宙真空其实并非稳定的终极状态，而可能是一种迟早会崩塌的临时平衡。这样的真空，其能量密度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以一种极缓慢的节奏随宇宙年龄发生变化。这就像宇宙在悄悄地老去。这背后的科学意义非常重大，它意味着我们可能首次找到连接宇宙大尺度结构行为与微观量子场结构的桥梁，一个真正让宇宙学与粒子物理握手的机会。尽管它尚未被直接验证，但已经足以引发广泛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
宇宙大坍缩不仅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终极结局，它更像是一个科学工具，一个透镜，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宇宙运行的所有机制。通过这幅大坍缩的科学透镜，我们能够跨越尺度，去观察最微小的量子波动，也探索最大尺度下星系群的分布规律，让整个宇宙的秘密变得触手可及。暗能量这个曾经被当作宇宙背景常量的概念，如今正逐渐显露出其可能的多变性。它可能远比我们设想的更复杂，更不可预测。科学家发现的各种迹象似乎在共同暗示，暗能量正在随着宇宙时间推移而减弱。它不再是永动机，而更像是一盏会缓慢熄灭的灯。如果这一趋势最终被验证无误，那我们所处的宇宙就像一个拉满的弹簧，终将在未来某天开始回弹，走向不可避免的大坍缩。当然，就当前的观测而言，我们的宇宙仍在持续膨胀，星系依旧在远离彼此，空间仍在拉长，但宇宙的终极命运，也许早在它诞生之初就已注定，藏在每一缕暗能量、每一个微波背景信号、每一个方程式的细节之中，只等人类去发现、去解码。感谢您的观看和陪伴，我们下次再一起探索宇宙的未知世界，继续揭开星辰背后的奥秘。